为了做今天这个视频，我不小心踩了一个雷，因为本来的计划是春节到了，想挑一部手机，好让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春节回家可以考虑买一部送给家里边的老人。那我的要求也不高，就是一要操作简单，二就是要能用微信。于是机智的我就想到前段时间诺基亚刚刚推出的一款翻盖手机，这是一部功能机形态的手机，同时呢也支持安装各种的 APP。不过在我饲料包装开机后进入商店，才惊讶的发现它居然没有微信。不过在体验了几天过后，我在它身上还是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点，想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分享给大家。诺基亚2720发布于去年的年底，采用的是诺基亚经典的翻盖设计，塑料材质的机身很容易会用得比较油腻腻。上半部分是320×240像素的显示屏幕，下半部分则是功能键和数字按键。手机支持4G 网络和 WiFi， 价格在欧洲和在国内都差不多，是人民币大概700元。这部手机最有趣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它的系统凯 OS。虽然我们没怎么听说过凯 OS， 但其实它在遥远的印度市场表现是非常的突出的。据印度媒体报道，19年7月搭载凯 OS 的手机在印度市场份额高达 4.3%， 高于苹果的 2.6%， 成为了印度市场第2大的手机操作系统。凯 OS 是一个在2017年推出的基于 Linux 的手机操作系统，主打轻智能，通过简洁清爽的 APP， 以实现用最少的内存、最低的电能消耗来换取最为高效的手机体验。凯 OS 的系统界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塞班。手机主界面一左一右分别可以打开通知和相机。对了，从通知栏你就可以看出，它虽然是一个功能机的形态但它的心真的是纯纯粹粹的智能机。点中间还可以进入 APP 菜单，在海外市场流行的大部分软件它都有覆盖到。为了达到最高的使用效率，所有的 APP 都只保留了最为核心的功能。比方说 WhatsApp 虽然不可以像其他客户端那样子查看连线的签名，或者是查看对方分享的动态更新，但是最基本的聊天功能，比方说发文字、发语音或者是图片，它一样都不少。Facebook 的 App 那就更是没得说了，动态、快拍、群组功能一律不缺，甚至呢连安卓和 iOS 需要单独安装的 Facebook Messenger 在凯 OS 里也被集成进了一个 APP。对了，如果你在某个 APP 中，比方说在 Facebook 里边有了新的消息通知，消息呢还会被推送到手机的通知中心，这样一来呢就免去了老式功能机必须要打开 APP 才能够查看消息通知的窘状。还有就是除了消息通知中心，这个手机还有一个融合了智能手机元素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双击侧边按钮或者是长按还可以打开谷歌的语音助手。没错，这货还有谷歌语音助手在我看来，有了谷歌语音助手的加持，这部手机的效率也得到了质的提升。通过谷歌语音助手，你可以轻松的来进行打电话、发短信、单词翻译和地图导航等等等等。拍照作为手机必不可少的功能，诺基亚2720也同样拥有了。2720拥有200万像素的主拍摄镜头，位于机身的外侧，成像结果也很诚实。通俗一点的说呢，就是它自带一个复古的丑颜滤镜。也因为只有一个拍摄镜头，如果要自拍的话，那就只能凭感觉来盲拍了。不过看惯的各种高清照片突然眼前出现一张这样子200万像素的照片，还真会令人觉得别有风情呢。外观方面的诺基亚2720采用的是翻盖设计，外屏可以显示基本的时间以及消息通知的数量。翻盖设计的形式呢，我强行给它找了一个优点，那就是当你双手不得空的时候，你要打电话的话，那就可以比较容易这样子去加紧它。硬件方面，机身左侧拥有 3.5 毫米的耳机接口，底部配有 USB 2.0 的充电口，后盖可拆卸。
哇，1500毫安时的电池呢，也可以轻松的更换，支持双卡双待和 micro SD 卡。外放音质虽然很一般，但是音量浑厚有力，刚气十足。不过我们拿到的欧洲版的诺基亚2720和国行版软件上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呢是国行版不支持语音助手，语音助手的按键呢被改成了紧急联系人按键。这个改动，我觉得对用不上谷歌语音助手的人，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功能。不过，我觉得这可能会劝退很多冲着轻智能这样子的一个标签去选择这部手机的朋友。其次呢，就是暂时，还有就可能未来也不会在 KaiOS 的应用商店里看到微信或者是 Line 了，因为 KaiOS 在国内市场确实太小众了。对于我们国人同胞们来说，想把这部手机当成轻型主力机来使用的话，还是非常困难的。你想把它当成备用机来用，可是可以，但是这样一来又显得太大材小用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欢迎点赞、转发和关注，或者是投币。我是个气球频道，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Cut。